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7章。参观第5号包厢。我们之前说到，费尔曼·理查德先生和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决定去参观一下第1层的第5号包厢。他们走过那道从行政接待厅通往舞台及其附属区域的长长的楼梯。他们穿过舞台，从长期订户入口进入剧院，然后通过左手边的第1条走廊进入观众大厅。他们悄悄穿过乐池前排的座位，抬头望向第1层的第5号包厢。包厢内光线昏暗，加上巨大的防尘罩从红色天鹅绒扶手上垂下，使得包厢很难看清。此刻，他们几乎是独自置身于这个巨大而幽暗的空洞之中，四周一片沉寂，正是工作人员去小酌一杯的宁静时分。舞台工作人员暂时离开了舞台，留下了一片尚未布置完成的布景。几缕光线，一种苍白、阴森的光，仿佛是从垂死星辰那里偷来的，透过一个开口，照射到一座用硬纸板搭建、耸立在舞台上的旧塔楼的城垛上。在这虚假的夜晚，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片人的白昼里，事物呈现出奇异的形态。乐池座位上覆盖的布罩，看起来像一片汹涌的海洋。那灰绿色的波浪仿佛被风暴巨人，众所周知他叫阿达马斯托的一道神秘命令瞬间凝固了。蒙沙曼先生和理查德先生就像是这片静止不动的油画布海洋上的遇难者。他们像弃船求生的水手一样，奋力游向左侧的包厢。8根巨大的仿光面纸板柱子矗立在阴影中，如同支撑着那片险峻、摇摇欲坠、腹部突出的悬崖的奇迹般的支柱。悬崖的支撑点由第1、2、3层包厢那圆形、平行而起伏的线条代表。在高处，悬崖的顶端，在勒内普福绘制的同色天空中若隐若现，一些人物做着鬼脸，发出讥讽的笑声，嘲弄着蒙沙曼先生和理查德先生的不安。然而，这些通常都是非常严肃的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伊西斯、安菲特里特、赫柏、弗洛拉、潘多拉、普赛克、特提斯、波摩纳、达芙妮、克吕提亚、加拉特亚、阿瑞图萨。是的，就连阿瑞图萨本人和因其盒子而闻名于世的潘多拉，都注视着歌剧院的2位新经理。他们已经抓住了一处残骸，并从那里默默地凝视着第1层的第5号包厢。我说过他们感到不安，至少我是这么想象的。蒙沙明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受到了影响。他原文是这样写的：自从我们接替波利尼先生和德比安娜先生以来，他们就如此好心的让我们坐上歌剧院幽灵的这个秋千。这是什么文风？这无疑最终扰乱了我的想象力，而且似乎也影响了我的视力。因为难道是我们所处的理想场景，以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难道我们成了某种幻觉的玩物？而大厅的半明半暗以及第5号包厢的昏暗，使得这种幻觉成为可能。因为我看见了，而且理查德也同时看见了。第5号包厢里有一个人影，理查德什么也没说，我也一样。但我们不约而同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然后我们就这样等了好几分钟，一动不动，眼睛始终盯着同一个点。但是那个人影消失了。于是我们走了出来，在走廊里，我们交换了各自的印象，谈论着那个人影。最糟糕的是，我对人影的印象与理查德的完全不同。我看到的是类似一个骷髅头的东西，正俯身在包厢的栏杆上，而理查德看到的则是一个老妇人的轮廓，让他想起了吉里妈妈。由此我们明白，我们成了幻觉的牺牲品，于是毫不犹豫地，像疯子一样笑着，立刻跑向第1层的第5号包厢。我们冲了进去，结果里面什么人影也没有找到。现在我们来到了第5号包厢。这是一个
和第一层其他所有包厢一样的包厢。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个包厢与其邻近的包厢区分开来。蒙沙明和理查德故意互相嘲笑，大声说笑，移动着包厢里的家具，掀起防尘罩和扶手椅的罩子，并特别检查了那个据说常有声音发出的扶手椅，但他们发现那只是一把普通的扶手椅，没有任何魔法之处。总而言之，这个包厢是再普通不过的包厢之一，有着红色的墙布、扶手椅、地毯和红色天鹅绒的扶手。他们在极其认真地检查了地毯之后，没有在那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现任何特别之处。于是他们下到楼下池座，进入第5号包厢正下方的那个包厢。在池座第5号包厢里，它正好位于月池座位左侧第一个出口的拐角处。他们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这些人都在耍我们，费尔曼·理查德最后大声说道。星期六要演浮士德，我们俩就去第5号包厢看演出。